为什么不算？你敢跟我比吗？你要是怕了的话，就把你手上的哈达给我。我不是怕，我是怕你丢脸。你说什么？说吧，比什么？比枪。管家，把枪拿过来。小姐，接枪。走，驾！小伙子，卓玛小姐可是土司老爷的千金，这一局你不要赢她。放心吧，就算我赢了，也会让土司老爷高兴的。规矩从来都是你们贵族定的，可服从的却永远都是平民。但这是在赛场。正。你把10个牛头都打穿了，你让我打哪儿啊？那你可以不打呀，认输吧。枪怎么这么好？年轻人，你是我中甸地区的一只雄鹰，哪里人呢？九龙湾。
啊！别动！别动啊！别动！再就对你不客气。你是什么人？你跪着！别动！都别动！你说什么事？跟我走一趟。都别动！长期，走了。你不要伤害我的女儿！走。阿爸，别伤害我女儿！别动！你们都听好了，想让多吉土司活着回来，就乖乖的交出虫草老爹。明天中午，九龙湾交换人质。走。阿爸，阿爸，别动！老爷，卓玛小姐，后会有期。阿爸，卓玛，不能去。可阿爸被他们带走了呀！我知道，可是他们是有备而来。你要去了，死路一条。我们还是先回去一起想个办法。走吧。我再说一遍，是你们误会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虫草老爹在什么地方。哼，把你的话拿到魔鬼面前去说吧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慢着！索朗，你现在把他杀了，虫草老爹可就没命了。扎西，你还想听他胡说八道吗？多吉图斯，如果你想活命，就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，明白吗？你问吧。5天前，是不是有一支马帮从四川的木里过来？木里马帮？没有。是木里的大土司洛珠向噶夏政府进贡的马帮。你听我说啊，这木里马帮每次经过我的中殿，一定会在我的府上休息，我还会给他们补充粮草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的意思是，根本就没有这支马帮？没有。我以乐仓家族的名誉向你起誓，他们没有来过。可5天以前，我们明明得到了可靠的消息，有一支马帮从四川木里过来，经过中殿。虫草老爹事先在泥中设下了埋伏，可谁知道明团先我们一步包围了我们，还抓走了虫草老爹。这件事情你不知道？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你少给我珠算！现在你在我们手里，
我只想用你的命换回虫草老爹的命，这很公平。是很公平，我也很想跟你做这笔交易，可虫草老爹根本不在我的手上，我怎么跟你做这笔交易？会不会是你手下的民团卫队干的？你说的是民团还是卫队？总之都是你的人。哎，不，民团司令是我，可具体负责的是我的第一弟。只有卫队是我在负责，他们都是我忠诚的人，不可能骗你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他怎么可能不告诉我呢？嘉欣，别提他胡说八道了，把他杀了，把他的头送回土司府，挂在建塘镇的城墙上，告诉他们，不放回虫草老爹，我们就打进土司府，男女老少一个不留。对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一个不留，一个不留，杀进土司府！别吵了，算了，你别冲动，凭我们现在的实力，去攻打建塘镇和土司府，无疑就像把羊羔送到豺狼的嘴里一样。扎西，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吗？我们当然要做。现在他在我们手里，虫草老爹就不会死。不如先把他关起来，再想想别的办法。眼看着阿爸就这样被他们劫走了，你们都是废物吗？小姐，这是隆多的失职，辜负了老爷和小姐对隆多的信任，隆多该死。说这些还有用吗？这些马贼，真是该死。阿库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些马贼真是可恶。对了，那个人还说用虫草老爹换阿爸，虫草老爹是谁？小姐，虫草老爹是个马贼，他盘踞九龙湾已经10多年了，手下的马贼有30多人。等等，盘踞了10几年，阿库，难道我们民团不能灭掉他们吗？我们一直在想办法，可九龙湾山高林密，没办法呀。没办法，我们民团卫队歼灭不了那帮马贼。算了，既然虫草老爹在我们手上，那就赶快把阿爸换回来吧。可虫草老爹不在我们手里啊。不在我们手里，那他们为什么要找我们要人？我也不知道，从来没见过他人啊。糟了，这一定是个误会吧？怎么看，多姐都不像在撒谎。孙老，你把那天的经过再跟我说一遍。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吗？当时你去了白水潭，不在这里。老爹得到消息，这个消息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是谁告诉虫草老爹的？老爹的脾气你了解，他从来不会告诉我们消息的来源。我知道。你们那天到泥入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？没有。要有的话，我们就有准备了，老爹就不会被抓走了。你确定那天包围你们的是民团吗？会不会是其他的马贼？不是，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哈巴雪山的马贼。我对他们太了解了，我一看就知道是他们。而且啊，他们用的枪非常好，还打着土司府的旗帜。那天老爹是怎么被抓走的？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你……好。那天我们到泥乳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老爹就让我们赶快休息，准备第2天的战斗。然后我半夜起来撒尿的时候，就发现很多民团把我们包围了。是你第一个发现民团的？是啊，我第一个发现民团的。我发现以后就立刻叫醒老爹，老爹叫我带人马上离开，我不听；我叫老爹带人马上离开，他不听。最后老爹用枪指着我的头，说我不离开就打死我。我只好走了，老爹就被抓走了。战西，不好了，你快去看看吧，出事了！都给我站住，要不我就开枪了！
急给我放出来，否则我就打死他！快，听卓玛小姐的，放了多杰土司。是。等等，原来是土司府的千金小姐，我还在想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呢。站住，否则我就开枪了。佳琪，听他的，别冲动。这个人的生死跟我没有太大关系，不像土司老爷，他是你的阿爸，要是他死了，就跟你有很大的关系了。我不想跟你们为敌，我只是想救回我阿爸。我们也不想跟你们为敌，我们只想让你们放回虫草老爹。虫草老爹根本就不在我们手里，你是在找借口。我为什么要找借口？如果我要杀了你阿爸，我在赛马会的时候就可以动手，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的周折。我们根本就没有抓虫草老爹，你根本就是找错人了。我不相信你说的话。好，那按你的说法，虫草老爹跟我们有关系，可阿爸的生死对我来讲更重要，我为什么要骗你？再说了，如果我说的是假的，我还敢到这里来吗？我不想为难你们，我也不想杀你们，我只是想救回我阿爸。你放心，如果你放了我阿爸，我会马上离开，我也会劝阿爸不会跟你们为敌，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可是放不放人，不归我管。那就是你说的算了，快下令！佳琪，去，放了多杰土司。也不是他说了算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们应该听从白杜姆的意愿。在赛马会的时候，马术和枪法你都输给我了。你说我运气好，你不服气。好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们比比剑法，每人手中3支箭，只要你有1支箭射中我立马放人。可要是我射中你了，那就对不起了。小姐，别听他的，他在耍花招，千万别上他的当。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这里是九龙湾，就算你们把他杀了，也一个都走不了。小姐，你可千万不能把他射死啊！这个马贼还有几分人性，他活着，我们还可能离开；如果他死了，我们就必死无疑啊！来吧。天了，箭头往右1寸。你还剩1支箭。好剑法。佳琪，你为什么放过他？因为他也饶了我的命。扎西，你输了，把我阿爸放了。我输了吗？可是你也没赢啊。你没有射中我呀。
不管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，我都不会放人的。跟你比射箭，只是为了救索朗。你这个混蛋！来人，带出去，带走，走走。王县长啊，县长大人，请。桑奇老爷，我来啊，是想问问，多吉吐司有消息了吗？没有，恐怕，只怕是死了。怎么？不是说用虫草老爹去交换吗？可虫草老爹他不在我们手里啊。哦，那是不是在隆多大管家的手里？你问过他吗？隆多管家对这件事情根本不知道，一定是马贼误会了。那卓玛小姐是怎么说的？这孩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从小就不听话。他到九龙湾去了，我是怎么也拦不住他呀。什么？依我看只怕是回不来了。这土司府不能一日无主啊！如果卓玛在，他可以接替我的哥哥做土司。可如果他不在了，那这土司的位置就非你桑吉老爷不可。县长大人，可不能说这话，这多不敬啊！做土司我没兴趣，要操那么多的心，还要管那么多的事，这是你的责任，你怎么能推脱呢？你想想，除了卓玛，你就是多吉土司最亲的亲人，为了中殿的百姓，你也应该当仁不让啊！可这，如果你当上了土司，我立刻向国民政府请示，任命你为中殿地区守备司令。这样一来，名正言顺。兄弟，我身为县长，一定辅佐你管理好中殿的世俗事务。那时候，就连活佛也不能再小瞧你呀！不能啊！在没有得到我的哥哥多吉确切的情况之前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给省府发电，让他们指定一位土司。县长大人，县长大人，既然你也这么认为，这个土司不当也得当。桑奇老爷，守得云开见月明啊，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！你敢打我，我杀了你！死定了！索朗，你干什么？查气，你不管，让我杀了他！马贼就是马贼，真是下贱的东西。我们是马贼，可我们是守规矩的马贼。算了，现在老爹不在，你是我们的首领，别带头坏了规矩。你也看到了，他偷袭我。老爹说过，血债血偿，让我杀了他替老爹报仇。可他为什么要打你啊？这么晚了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好了，都别笑了。今天出了这扇门，谁都不许再提这件事儿。督导在，带索朗回去休息。是。走着瞧。他不会再来了，你安心睡吧。我要见我阿爸。不行，除非你们把虫草老爹交回来。你不答应我就不睡。那就别睡了。我说的是真的。马贼扎西，你给我回来！放我出去！我要见我阿爸！放我出去！我要见我阿爸！马贼扎西！
你好好守着，别再出什么乱子。是。你们这些连狗都不如的马贼，上天是饶不了你们的！马贼扎西，你为什么不敢出来见我？我要和你继续比赛。放了我！我要见我阿爸！你们这些不通人性的马贼，我要诅咒你们！你们这些臭马贼，死了灵魂都不能安生，你们的灵魂也是没有去处的！放了我！小姐。扎西，你敢出来比赛吗？这一次我让你看看，看你到底有没有本事！睡觉了呀？扎西，你就是个胆小鬼！马贼扎西，你为什么不敢出来见我？我要和你继续比赛！你这个胆小的男人，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马贼扎西，你是靠诡计才赢的我，我说出来都替你丢脸，你所有的朋友都会瞧不起你的，所有人都会笑话你。你吵什么？还让不让人睡了？我说过了，你不让我见我阿爸，我就不睡。开门。阿爸，卓玛，阿爸，卓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救你啊！哎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难道你要偷听吗？卓玛，走。是。卓玛，你可不能这样跟他们说话，他们是马贼呀。阿爸，这你就放心吧，他是个有规矩的马贼。马贼还有规矩？你是不知道，在赛马会上，我差点从马上掉下来，是他拖了我一把，要不然我可就丢脸了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正因为是这样，我才赶到这里来呀。而且管家也说了，只要有这个扎西在，我们就有活着出去的希望。刚才我大喊大叫，就是想试探他一下，看他到底是坏人还是好人。那你也太冒失了，万一把他阿爸，可现在证明他就是个好人呀。好人能当马贼啊？你真不该来。你的丧妻阿库为什么不拦着你？桑吉阿库阻拦过我，是我非要来的。阿爸，我不放心你。我有什么不让你放心的呀？都这把岁数了，关键是你还年轻，只要你活得幸福，你阿爸就是死了。阿爸，以后能不能不要说这样的话？阿爸，我还忘了跟你说了，管家说，这个虫草老爹根本就不在咱们土司府，他们是误会了。真是奇怪，为什么就会产生这样的误会呢？一定是其他的马贼冒充咱们土司府，目的就是为了把仇恨引到咱们土司府来呢。有这样的可能。你阿爸是大土司，剿灭马贼是你阿爸的职责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另外一个马帮在借刀杀人。明天我就去找那个马贼扎西，我要告诉他，可不能让他上别人的当。但愿呢，他能听进去。
扎西，你就不该拦着我。这些贵族早就该死。你家以前不也是贵族吗？那当然了，我们坚赞家族可是礼堂的大贵族。我告诉你啊，早晚有一天我要杀回去，恢复我们坚赞家族的荣耀。我要当上土司，当上大土司。得了吧，马贼也能当土司，除非那格宗神山的血都化了，金沙江的水倒流。哎呀，我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懂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去。扎西，老爹他。正要下山，一出寨门就发现老爹的。什么人送来的？不知道。唐景都的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走。起来！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扒了他的皮。落在你手里，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。别忘了，我是个大土司，就是死我也得死得有尊严。你也懂得尊严？那虫草老爹的尊严在哪里？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虫草老爹根本不在我们手里，放了我阿爸！你给我闭嘴！血债血偿，走！阿爸，扎西，站住！站住！放开！阿爸，阿爸！你自己看。这就是你说的虫草老爹。你到现在还跟我装蒜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人不是我杀的，更不是我抓来的。不是你杀的。你好好看看，这把刀是不是你们土司府的？多吉土司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现在无话可说。不，这把刀虽然是土司府的，但人不是我们杀的。卓玛，你别在这啰啰嗦嗦的，你信不信我把你一块杀了？扎西，你不能伤害我女儿。好，既然你一口咬定人是我杀的，你只要肯放了我的女儿，我就认。阿爸，卓玛，人不是你杀的，你怎么能承认呢？卓玛，你不要再求他。扎西，这分明是别人下的圈套，别人想嫁祸我们土司府。你才多说一句话，我就用这把刀来祭奠我老爹。扎西，杀了他，给老爹报仇！不，如果要杀了我阿爸的话，还不如杀了我。闭嘴，索朗！索朗，你给我听着，你今天要是敢动我的女儿，我就是变成厉鬼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阿爸，闭嘴！你不就想找个替死鬼吗？我来。好，你想死我成全你。开枪！阿爸，慢着！虫草老爹不是他杀的，你们走吧。扎西，他明明承认这把刀是他的，你为什么这样帮他？你听我说，这把刀是土司府的，可不是致命的一刀。
我刚才检查了老爹的伤口，这把刀是在老爹死了之后再插进去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不管这么多，我要替老爹报仇！索朗，阿爸，怎么样？没事没事。扎西，虫草老爹从小收养你，对你像个儿子一样，你就这样报答他？正因为虫草老爹对我恩重如山，所以我才要找出真正的凶手。索朗，你想想，如果虫草老爹真是他杀的，为什么他还要把尸体抬回来？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可你别忘了，10年前他就通缉过老爹。你说对了，扶我起来。对，10年前我就想剿灭你们，可你们往回想想，这10年来我动兵了吗？周边的马贼我全都灭了，可为什么没有灭你们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给我听着，就是因为虫草大叔，他尽管是马贼，但他仗义，他不伤害百姓，所以我没有灭你们。周边的马贼我全都灭了。住嘴！马贼与官府势不两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住手！老爹以前说过，土司府和咱们九龙湾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。如果今天你误杀了土司多吉，以后你让弟兄们哪还有立足之地啊？索朗，扎西说的对，只要你们像虫草老爹一样不扰民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派兵来骚扰你们。我不会相信你的。如果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把我留在这儿。卓玛，阿爸，你既然受了伤，就赶紧回去。为了让他们相信咱们，你得赶快找到真凶。阿爸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呢？那我……你们2个谁都不用留下。你一个土司府的千金，留在马贼窝算是怎么回事？既然我相信你们，就一定会让你们回去。可是土司老爷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，帮我查出真凶。你放心，就算是为了我自己的名誉，这件事情我也一定要查清它。好，你们走吧。扎西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索朗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让虫草老爹就这么白白死了的。大头领，你为什么不制止扎西啊？如果能够制止，还用你来提醒我？难道就这样把土司多吉给放了？他回不到土司府。江哥，你带上几个兄弟，接着要挑选自己人，然后在半路上把他们。好。扎西，你是个康巴汉子，我希望你能约束你的弟兄们，不要滋扰乡民。好，我希望你也可以信守承诺，不要派兵来围剿九龙湾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言为定。马贼扎西，你冤枉我和阿爸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罗马，我跟你道歉。不用你道歉，你把我们送到山下。你说什么？如果你真是一个康巴汉子，你就把我们送到山下，这样咱们就算扯平了。卓玛，扎西啊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多德，在。去把我的马牵来。是。董多，我有话问你，你可得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你瞒着我啊？没有啊，老爷。你是民团的队长，有人调动民团，难道你不知道？老爷，您是知道的，我们的民团都是中殿附近的差把，要想集合齐了，少说也要好几天时间。再说，没有老爷您和桑杰老爷的命令，我怎么敢召集民团集合呢？真不是民团干的？我向白度母发誓，绝对不是。阿爸，我跟你说过的嘛，这肯定是
其他的马贼冒充民团，想嫁祸于咱们土司府。这些马贼的胆子也太大了。都怪我平时没有好好训练民团，才让这帮马贼不把土司老爷放在眼里。阿爸，嗯，阿爸，来喝口水。这些，来啊！我不渴。哪里人呢？扎西？白水台。白水台，你这口音听着不像啊。你问我这个干嘛？啊，哼，好奇。阿爸阿妈都还在吧？土司老爷，前面是山谷，你们自己走吧。等一下，知道我为什么让你陪我们下山吗？那个马贼索朗要害我们。卓玛小姐，我们是马贼，可马贼也是讲信用的，请你不要侮辱我们。索朗不会做那样的事情。你是假马贼，你的话我可以信。可那个索朗是真马贼，他的话我不信。卓玛，不能这么说话。我想你不希望我们在路上出事吧？当然。这样吧，把我们送回独克宗城，送到建堂镇好吗？卓玛，扎西啊，你不要听他的，后面的路我们自己走了。阿爸，你先听听他怎么说吧。如果救人不救到底的话，那还不如不救呢，是不是？上马。老爷，扎西这条土狗，我早就知道他喜欢那个卓玛小姐，为了一个贵族小姐，忘记了虫草老爹的养育之恩。这样的人，不能留在九龙湾。大头领，咱们要把扎西，不杀了他，对不起死去的虫草老爹。可就凭我们几个，对付不了扎西呀。明的不行，暗的也不行吗？但如果扎西死了，山寨里有很多的弟兄跟他交情都很深，我担心他们会……我才是九龙湾的大头领，谁敢不听我的话，就让他跟扎西一起去死。前面就是建堂镇，一路上都有民团。卓玛小姐，我算是救人救到底了吧？扎西，你虽然是个马贼，但是你讲信用。我现在想请你到我的府上，喝一杯青稞酒。我不是为了青稞酒来的。图斯老爷，你给我记住了，在虫草老爹的死因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你还是我的仇人。阿爸，他是不敢进城，算了吧。卓玛小姐，请你说话注意点。我扎西没有不敢做的事情，只有不想做的事。朱德，走。走吧。这。请。县长大人，省府的任命状什么时候能下来？
我已经让专员报上去了，很快就会下来。不过，桑奇老爷啊，你确认多吉土司不会再回来了吗？多吉土司能不能回来，促进红军都是大事。我作为代理土司，坚决支持县长大人。那好，民团已经召集了吗？我已经吩咐泽康副司令去召集，在3天之后全部集合。专员说，中甸的民团人数太少，只怕不是红军的对手，要大量的征召奴隶，人数越多越好。奴隶没有问题，可这枪支弹药，你不用操心，专员答应给予支持，起码可以武装一个团。还有，你这个土司守备要把民团建成常备军，不能有了情况才临时召集，必须。那怎么行呢？那些差把不会答应的。再说，他们要回乡种地呀，给他们发饷就是了。哪来那么多钱呢？这个钱，政府会支付的。那太好了。老爷，老爷，多吉老爷回来了。哎，杰布，子弹到底能不能取出来呀？我去不了，还是请佩劳尔特神父来吧。不能请他。阿爸，现在只有神父他才能。我说了，我不信任他，他就是个妖，我怎么能让一个妖来给我治？你怎么那么固执呢？我宁可不要这条腿，我也不要他来给我治。老爷，桑吉老爷来了，让他进来。哥哥，亲爱的哥哥，您的伤势怎么样了？您真是让我担心死了。没事儿，这点伤啊，扛得过去。我已经派人召集民团了，我一定亲自率领他们踏平九龙湾，为您报仇。阿库，报仇的事以后再说吧。阿爸现在的伤啊特别严重，咱们应该去请。卓玛，阿爸和你阿库有几句话要说，你先出去吧。卓玛，听话。快说说，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？哪里是逃出来的呀？是让他们放回来的。什么？那些马贼，他们怎么会？我已经答应他们，从今以后啊，再也不去围剿九龙湾，而且我还答应他们，帮他们查明虫草老爹的死因。我们乐仓家怎么能跟一帮马贼妥协呢？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了，这要是那土司府的威严。桑吉，这次我和卓玛能够平安回来，就是白度母显灵啊。我说过的话，那也得言而必见。再说，虫草老爹虽是个马贼，但是很讲道义。还有啊，今天放我回来的那个马贼，叫扎西，这个人也讲道义。可是哥哥，你听我说，只要我们不去围剿他们，帮他们查明了虫草老爹的死因，我们一定会和睦相处。可是这件事情啊，就不要再提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哦，对了，桑吉，关于虫草老爹，他的死因你一点都不知道情况？不知道，我还派蒙波去调查了，目前还没什么消息。查，一定要给我查清楚。小姐，小姐，天这么晚了，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呀？教堂，我去请神父。可老爷吩咐过，不让神父为他治腿。管家，难道你要看着阿爸的腿烂掉吗？那好吧，我派人送你去。不用了。哥哥，你不在土司府的这些日子，发生了一些大事。什么大事？一股汉人的武装，很快就要到中甸了。汉人武装？什么人？这些汉人武装叫红军，他们想占领中甸地区。红军？对，王县长说，
他们是共产党的武装，是叛匪，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如果他们来到中殿，恐怕我们就……这汉人王大龙的话你也信啊？哥哥，您一直看不起王大龙，可他是国民政府委任的我不管他是哪个政府，中殿是我的，是我乐苍家族的。我不需要一个汉人到我这儿来指指点点。那红军的事……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王大龙是不是想借助我们的力量，阻挡一下这所谓的红军呢？是的，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。哼，他无非是想借助汉人的力量，来削弱我们，来控制我们乐苍家族。这些年不都是这么干的吗？哥哥，您还在为5年前的事情生气吗？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，你记住了，一辈子。哼，一开始我拿他当好人，拿他当我的朋友，我热情地接待他。他怎么对我的？拿我的热情当软弱。如果不是我拼死抵抗的话，我中甸地区早就被他控制了。可他说那是一场误会。那是什么误会啊？你不要再提他。弟弟，你给我记住了，离他远一点。怀疑，我不信任他。我甚至怀疑，虫草老爹的死跟他有关。这怎么会呢？你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提了。关于红军的事，我这么想，派人去了解一下。如果是好人呢，我们就热情地接待他们；如果是坏人，不许让他们进我中殿一步。阿爸，阿爸，我把神父请来了。阿爸，我把神父请来了。神父啊，我要告诉你啊，我的腿没有病，我的身体很好，请你离开我的府邸好吗？谁说你没有病了？神父，你快看，阿爸腿上的子弹都已经好几天没有取出来了，已经发炎了呢。神父，是我的女儿在欺骗你，我的腿没事，请你离开我的土司府。阿爸，尊敬的土司杜基先生，我知道你还在为你的夫人的离家出走还记恨着我，可我要说，如果当时不对她进行剖腹产手术的话，她和卓玛小姐一个都不能活。阿爸，这事情都过去了快20多年了，你怎么还放不下呢？再说了，这剖腹生子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，当初是阿妈想不开才离家出走的，这跟神父有什么关系啊？而且这些年神父给了我很多医学书，我都看了。如果当时神父不在我阿妈肚子里把我取出来的话，我现在就不……卓玛，我是拿他当朋友，让他来给你阿妈看病。他做了什么？把你阿妈的肚子给割开，亵渎了你阿妈圣洁的身体。你说这种人我会相信他吗？我能用他吗？能吗？请他出去。卓玛，你阿爸说的对，这些洋人来到中殿的时候，你阿爸给他们田地，给他们派奴隶，帮助他们修建教堂。可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呢？他们鼓动我们的教徒抛弃莲花生大师的教诲，改信他们的天主。卓玛，他们的天主把你阿妈害的。尊敬的桑基先生，我还是必须郑重的再说一遍，卓玛的母亲离开，并不能怪怨全能的上帝。可是相反，如果没有上帝的眷顾，卓玛也不可能存活下来。卓玛小姐，请原谅我，我无法救你的父亲，告辞了。神父，多奇先生，我还要提醒你，我已经闻到了你的腿在发臭。如果再不把子弹取出来，
你的腿就包不住了。哎，神父，卓玛，神父，我不许你和他再来往。不，神父他给了我生命，我必须要报答他。你的生命是我和你阿妈给你的，不是他。卓玛，哥哥，你可把卓玛就送坏了。神父，神父，小卓玛，你的父亲实在太顽固了，这会要他的命啊！那怎么办？这是西洋的消炎药，想办法让你父亲服用吧。撤！咦，就是这儿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那天我们埋伏在那边，老爹和索朗埋伏在那边。你看，这是土枪用的子弹。啊？过来啊！前面是什么地方？快到泥乳了吗？停下！地图给我。好像是民团，该不会是多吉老爷家的民团，跟踪我们，消磨我们？不是，他们都是汉人。汉人？什么样的汉人呢？个个都背着枪，是那个方向吧？他们应该是汉人的马贼。走。这么说，这些都是红军干的？是。据蒙波派出的探子说，抓走虫草老爹的正是红军，他们换上了民团的衣服，又杀死了虫草老爹，目的就是让我们自相残杀。这些个孽障！赶快召集民团吧，万万不能让他们来到中殿呐！放心吧，我已经下了召集令。哥可真是英明啊！不过，听说红军人很多，打仗又勇敢，恐怕我们的民团不是他们的对手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政府派军到中殿。我不允许！我说过我不跟王大龙合作，你怎么又提起这件事情了？可是除了与政府合作，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？当然有了。人不够，我们可以召集更多的奴隶；枪不够，我们买。对了，给你儿子发个电报，让他多买一些枪支弹药，最好他能回来帮我们训练民团。大瓦是国民政府的军官，他怎么能回来呢？他还是我们中殿的人呢，怎么就不能回来啊？让他回来。可买枪支需要很多钱，你不要王大龙送的枪支，为什么非要？你别忘了，吃人家嘴短，拿人家手短。我不想欠王大龙的，你不要再提他。可我们现在根本没有钱去买枪支啊！卖地，卖地，对，卖地。你去，告诉那个永宁土司，他不是想要那块地吗？我卖给他。去啊！这老爷，县长大人来了。不知道我有伤啊！不见。是老爷。等等，哥哥，你可不能意气用事啊！现在我们的敌人是红军，我们不能不顾中殿的安危呀！不妨让他进来听听他怎么说。如果哥哥不同意，就把他赶出去。那好吧，让他进来。是老爷。哎呀，多吉老爷，听说您受伤了，早该过来探望。
但军情紧急，在下实在是分不开身呐。啊，县长大人啊，我这腿啊受了点伤，不能起来行礼了啊。哎，你坐啊，不必，不必了。哎呀，这些十恶不赦的马贼竟敢挟持土司！您放心，我马上派兵前来剿灭他们。误会，仅仅是一场误会，这点伤啊也不算什么。县长大人呐，不劳您操心。剿灭马贼，也是我这个做县长的职责嘛。县长大人，今天来不是为了说这件事儿吧？啊，这些马贼都是草寇，剿灭他们只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只要土司老爷同意，政府派1个营的军队就能。我不同意。县长大人，关于在中甸派政府军的事儿，我们是有协议的，您忘了？好，不提驻军的事。但是现在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，必须向土司老爷通报，那就是……哦，你想说的一定是红军的事儿。是。根据我们的情报，红军一小股先遣部队已经穿越了白芒雪山，往杨拉方向去了。他们的大部队很快就会到达。政府认为中甸地区山高路险，江深流急，准备在这里把他们一举歼灭。上峰让我告诉土司老爷，上峰，这是在给我下最后通牒啊！啊，对，不，我是在征求土司老爷的意见，不知道您打算如何阻挡他们呀？谁告诉你我要阻挡他们呀？什么？您要让红军进入中甸吗？谁告诉你我允许他们进入中甸呀？那您的意思是？不用。看来我有必要提醒县长大人，关于中甸的任何事情，由我乐仓家族说了算，这跟政府没有任何关系。这一点还要我提醒你吗？要吗？土司老爷，我也想提醒您，现在是中华民国了，全国都要接受国民政府的管辖，中甸地区也不例外。笑话！中甸地区在我乐仓家族的管理下已经几百年了，国民政府成立了几年呢？啊？你告诉我几年？再说了，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和我中甸是有过协议的，怎么？你想破坏它？政府的意思并不是要在中甸驻军，而是把红军消灭以后，政府的部队马上撤走。我保证，绝对不会有。就是因为你保证，我才不相信。我不相信你。这么说，土司老爷是要公然对抗政府了？那你的意思是，我在违抗政府，还是你们在违反协议呀？啊？说呀！县长大人，土司老爷受伤了，心情不好，还是请你……桑基，你不要多嘴，闪开。好吧。中甸地区的事务也不是你土司老爷一个人说了算。我要求召开春云会议，是否阻击红军，如何阻击，交由会议做出决定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做，召开春云会议，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执行。送客。
喝茶吧。好。来。哎，阿爸，这是你说的那个漆木盒吗？是啊。这个多吉，胆敢违抗国民政府的命令，我看他这个土司是当到头了。请县长大人息怒，多吉不识时务。哎，春云会议你有把握吗？只要松赞活佛不参加的话，其他人就不在话下。依你看，松赞活佛会参加会议吗？按照惯例，春云会议必须邀请活佛，不过活佛从来没有参加过，一直是由金丹寺的堪布代表他的意见。堪布，他和我的关系还好，我会事先跟他说明的。无论如何，在春云会议上一定要做出阻击红军的决定，不然我无法向上峰交代。如果把政府逼急了，派大军横扫中甸，那时候倒霉的还是你们。这其中的厉害，我当然知道，还请县长大人。那好吧，我先告辞了。啊，那我送送你吧。啊，不用了。卓玛，怎么了？阿爸，我也特别想拥有这样的一个爱情。傻卓玛，阿爸的爱情呢，是一棵结满了苦果的树。我不让我的小卓玛这样，我要让她一辈子快乐幸福。如果我的命运也像你一样，要经受爱情的磨难，卓玛是愿意的。我不愿意，你阿爸不愿意。阿爸要让我的小卓玛找一个相爱的人，在一起待一辈子。告诉杨金，今天奶茶不对，是不是发霉了？不会的，阿爸，喝了吧。啊？赶快喝了。没有吗？嗯。索朗，这件事情从头到尾，你都太冲动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真的和土司府的民团打起来，以后哪还有九龙湾啊？土司杀了老爹，难道这个仇就不报了吗？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如果土司老爷真的要杀了老爹，想剿灭九龙湾，何必要等到现在呢？看看这个。什么意思？这次我送多吉下山，其实是为了去老爹被抓的地方找一些线索。这些不是民团的装备，都是土枪用的子弹，都城货。难道民团就没有人用土枪了？他们以前用的是土枪，现在都换成汉阳造的好枪了。你还记得去年，老爹让我们去弄一些民团换下来的土枪，结果弟兄们回来说，那批枪早就被哈巴雪山的格赞给买走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哈巴雪山的格赞杀了老爹？可他跟咱们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啊！你别忘了，他脸上那条疤，是老爹砍的。格赞这只土狗，当年要不是老爹救他，他早下地狱了。不过我现在也只是怀疑，因为去年买这批枪的，除了格赞以外，还有独腿泽人和六指工部。那咱们就去找他问个清楚。如果不说实话，就跟他们拼了。你不能这么去问，他们怎么可能承认呢？这件事情我们只能暗中调查。对了，今天在马头坡，我看到一支队伍，他们都是汉人，脚上穿着草鞋，衣服都穿得破破烂烂的，不过身上背的都是好枪。莫非是？哎，前两天我听说，来了一帮汉人的土匪，为首的就是咱们见过的洪大牙。洪大牙哪会有这么好的枪啊？
说不定他发达了呢。你想想，现在马上就是走马帮的时候了，这帮土狗闻到了腥味儿，肯定会过来的。不管是哪个马贼，只要别在我们的地盘上撒野就好。对，你说的对。哎，扎西啊，天气马上热了，老爹的尸体不能这样放下去了。我想明天就给老爹火葬。好，你现在是大头领，听你的。